事情的具体情况你们彼此都清楚。今天安排你们当事人见面，就是为了解决问题。林默，微博 ID 默默是大魔王的持有人，这是他的父母。经我们查证，那个刀片的快递的确是林默所发。现在的年轻人呢，真的有点做事不顾后果。类似这种恶作剧快递吧，我们这里每个月差不多处理个1、2桩。你们这个验伤了吗？啊，您过目一下。一般这种事儿，到最后都是和解，毕竟孩子小，不懂事儿。这骂也骂过了，我看这小孩也被吓得不轻，吃了教训，估计以后也不敢了。是，孩子小不懂事，我家闺女才18岁，这不今年复读呢吗？准备考大学。对，我们回去啊，一定好好教育她。这医药费的事儿，由我们全负责。这网上的事儿吧，弄到现实来也挺不好看的，对吧？而且我们这孩子今天一路上哭着过来的，你说就这么把他从学校叫出来，等他回去，那同学还不知道怎么说他呢。而且我跟他爸还得上班呢。薄荷姐，你们家小孩18岁出头，我家小孩也才20出头。如果因为你家小孩小不懂事就算了，那我们家小孩受到伤和委屈怎么算？不但在网上发黑帖造谣，还寄刀片，还在网上卖惨，无中生有说自己有抑郁症要自杀。因为这件事给我们家小孩带来更多的侮辱和麻烦，这笔账怎么算？所以我们不和解。赶紧道歉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们就原谅我吧。不用紧张，气的不是管制刀片，而且在网上撒谎造谣也关不了几天，无非就是备个案，留个黑底，教育教育，赔点精神损失费而已。网上玩个游戏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哦，不严重。那这样，我在您闺女高考之前呢，把她的手打断，是不是也不严重？毕竟明年可以再来。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我们又不是故意的。注意点啊，这里是公安局，胡言乱语什么呢？就是胡言乱语什么呢？说你呢？哦，我们的意见是不和解。走。哎，你们怎么不讲理呀？他们怎么走了？这怎么走了？警察同志，这要是不和解的话，那是不是就得留案底啊？是啊。那这种案底留多了，是不是影响我们上大学呀？什么叫这种案底留多了呀？心疼人家小姑娘了？我也是小姑娘。我们家就你一个小姑娘。拘留？这怎么能拘留呢？别说5天了，1天都不行。我孩子还得上学呢。上次明明都没事儿，怎么这次就要拘留了呢？这明明都是一样的事儿嘛。这位家长，怎么说话呢？为人父母，不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，有问题了，先想着怎么逃避受罚，不负责任。他做这种事情已经不是1次2次了。3个月前，曾经给人写过恐吓信，就因为吐槽了他的偶像。这像话吗？不是，一封信能恐吓什么呀？能恐吓什么？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。你们怕孩子被抓，人家孩子没有父母吗？上次赔钱人家不追究你们责任，但不表示他没有错。你们这种态度，我看我也调解不了了。接下来就走程序吧。您辛苦了，我们后面联系。我先走。这怎么行啊？这不行啊！我才不信呢！这就拘留了。怎么样啊？真是没想到，这小姑娘之前就因为给别人寄恐吓信被人告过，这次怕是要拘留了。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20条，违反治安管理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从重处罚；6个月内曾受到过治安管理处罚的，第42条有以下行为之一的，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5日以上或10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。其中1写恐吓信，或者以其他的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。他已经满18周岁了，6个月之内有过前科，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。你昨晚百度书面背下来的？你怎么知道他有前科？我怎么会知道？那你怎么背这么熟？我毕业于政法大学。哦，
我听陆月以前说过，然而我并没有写。厉害不？我们孩子还小呢，这怎么办呀？行了行了，你别闹了，这不都怪你啊！平时百依百顺的，跟我吼什么呀？你赶紧想办法呀你！都是让你宠坏。走吧，我想好戏看完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哪知道？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争气呀？ZGDX 电子竞技俱乐部郑重声明，原微博 ID 为“默默是大魔王”的用户，此前在论坛发布帖子彭妲己是怎样炼成的，并给童谣女士寄送恶意包裹，致使童谣女士手指被割伤。ZGDX 电子竞技俱乐部一直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，目前警方已结案，现将警方的调查结果公布如下：默默是大魔王已成年，且并未患有抑郁症，自杀一事子虚乌有。为维护童谣女士的合法权益，俱乐部郑重声明如下：一，请默默是大魔王立刻删除上述不实信息，并公开向童谣女士赔礼道歉。二，请相关网络用户及平台立即停止转载、评论相应不实信息，老婆以免扩大侵权后果。再次提醒广大网络用户，网络空间并非这事解决了，不做谣言的传播者，尊重他人。你知道吗？这就叫罪有应得。没有人能永在神坛，也没有人会永堕沼泽。大胆的去爱你们所热爱的吧，有什么错呢？奇怪，我怎么又上热搜了？眼不见为净。吃一个。好。喂，妈。瑶瑶，你最近发生这么大的事，我们不问你就不说，对不对？我没事，那谁都已经帮我解决了。瑶瑶，你可真沉得住气呀！什么沉得住气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们这2天在训练呢，准备比赛，很忙的。还装呢？你和你们队的那个队长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嘛。哎呀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这几天有空赶紧回家一趟啊，把那个小鹿也一起带回来。我就说那小伙子不错，这人长得帅，学历又高，我一看就喜欢。哎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！瑶瑶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不赶紧回来，我和你妈就去你们战队的基地干啃你。别，我们这2天准备比赛呢。我周末回家，好吧？行，记得把小鹿一起带回来啊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。他很忙的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那个，我妈说，让我周末回趟家。周末？你也好久没回去了，我跟小瑞说一声。我妈还说，让我带你一起回去。好啊，来，把最后一口吃了。还要吗？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太紧张了，我还没准备好。下次你再来。他们，妈，瑶瑶，小鹿，阿姨好。这孩子怎么不进屋啊？快进来。老头，他们来了，快进屋。别愣着呀，赶紧把鞋换了。人家第一次来，好好招呼人家啊。桌上有吃的，水果啥的，给他拿点啊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叔叔好。啊，你好。爸，这你买的呀？咱们家电脑早该换新的了。哟，还是雷蛇的呢。爸，你行家啊？
什么呢？都不理我。哎，等，爸，你居然在看游戏直播？是啊，还不是为了赶上你妈的脚步。哎，你妈现在可厉害了，都快赶上半个专业的了。爸，你买新电脑不会也是因为我吧？想多了，最近网上在搞活动，以旧换新，我就拿我们家的旧电脑，添了一点差价换了台新的，怎么样？啊？这么时髦啊！你也教教我呗，正好我想换台5G 手机。你看这5G 和原来的不一样吧？啊？爸啊，你买了新电脑，怎么不装上试试啊？哎呀，那天送货的时候正赶上我出门，约了，改天过来。别改天了呀！成哥，快，发挥你作用的时候到了。瑶瑶，过来帮我把菜洗了。好好表现。叔叔，我来帮您装吧。妈，你要我来帮什么忙？你会干点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会。哎，妈问你，你跟那个小鹿是不是一开始就好上了？那时候我跟你爸去基地的时候，就觉得这孩子吧，看你的眼神跟别的男孩子不一样。什么眼神？就是一种，这个东西是我的，明白？东西？你们上次去不是没怎么接触过吗？没接触过你怎么知道？那当然，妈可是老战士，你们这点小心思能瞒得过我呀？啊，好了好了，妈，别说了。好了好了，玩笑归玩笑，你过来。妈跟你说正经的啊，不管你们现在年轻人有多自由、多开放，可是女孩子还是要注意安全的。在没有发生意外之前，妈啰里啰嗦的提醒你，可真要有什么意外，一定要跟妈妈说。妈不会怪你，妈会帮你的，所以千万不能自己乱来，答应妈妈。好了，知道了知道了，妈。还害羞呢？拨蒜去。好。喝茶。谢谢叔叔，叔叔您坐。已经弄好了，您看看。这么快啊？啊。哦，好，好。哎，瑶瑶的手是不是好多了？她手已经好了，叔叔您放心。啊，我们家瑶瑶啊，表面大大咧咧，实际上呢还是挺敏感的，眼睛里绝对揉不得沙子，对待感情非黑即白。叔叔，我了解。你们俩在一起，我不反对，但作为他的父亲，我必须要当面和你确定一下，你是不是认真的，有没有认真的考虑过你们的未来，还是一时兴起？我知道，你们搞职业的有很多女粉丝，特别是像你这样的。如果是那种无所谓的态度，我就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。咱们俩丑话说在前面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女儿？这个我必须要你确定。叔叔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对她负责到底。毕竟，像童瑶这么好的女孩，我再也遇不到了。